有3种人，第一种是已经去做了美发，正在担心能不能继续哺乳才找到来这一个 video。第二种人是计划要去做美发，想知道做了美发还能不能喂母乳。第三种人就是你想要看看我要说一些什么。Hello， 我是丽丽。农历新年快到了，是不是很想去做美发了嘞？我这里 cover 的包括染发、任何类型的烫发，或者任何在你头上搞美美的护理。我知道你们的，因为那么多年来我见过无数次哺乳妈妈能不能染发、能不能烫发这一类的疑问，而且问这些问题的妈咪问得很可爱下的我不小心染了头发，请问我的奶需要泵出来倒掉吗？请问什么叫做不小心染了头发呢？走路走下不小心跌倒，本来放着的东西不小心弄不见，这些就是不小心啦。染发是要跟美发院预约，或者你自己安排好哪一天有时间去美发院坐下来好几个小时的，不是你走在街上忽然间掉进美发院，然后被美发师绑在椅子上强行搞你的头发啊。OK 啦，我也明白他们的意思是指染发之前没有想过哺乳的问题，染了之后才忽然间想起，然后越想越担心。那其实是不是有必要担心呢？染头发是不会影响母乳的，染发后的奶也可以直接给 baby 喝，不需要倒掉，因为染发剂的颜色分子就是那个 molecule 比奶的 molecule 大，所以这些颜色是进不到母乳里面的。然后就会有人说，可是为什么网上有哺乳妈咪分享说自己染发后泵出来的奶有染发剂的颜色？我做这个 video 当然是有搜索过才拿来说的啦，那些照片我已经看过了，其实就只是母乳的颜色比平时深色了一点。长期有泵奶纯奶的妈咪，如果平时有留意自己储存的奶，都会发现母乳的颜色会因为自己的饮食而出现不一样的颜色，白中带青、白中带蓝之类的，什么都有。当妈咪染发后才特别去注意去比较颜色，就会自己吓自己。然后好多年前也有一位妈咪分享说，自己染发后把母乳泵出来倒掉，然后那个瓶子就泡着水，一天后发现瓶子里面的水出现了一层粉红色的东西浮面，他就认为这是染发剂里面的药剂造成的。但其实那一层粉红色的东西不是染发剂的药剂，而是因为它泡奶瓶的水里面滋生了一种叫做粘质沙雷氏菌的细菌，结果也是自己吓自己。如果这个 video 到目前为止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我点一个赞。如果看到有妈咪问，也请帮忙分享这个 video 给他们，谢谢。其实如果你们那么害怕染发剂或者任何美发服务过程里面用到的那些化学物品，为什么还会敢去做美发呢？如果这些产品真的那么毒到会通过母乳伤害 baby 的程度，那么你是不是自己先担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呢？那真的啦，万一真的有这些产品的成分通过你的头皮进入你的身体，进入你的母乳，进入 baby 嘴里面，到最后被 baby 吸收到的就只有那非常非常轻微的比例。如果那轻微的比例也足以毒害 baby， 那么母体早就被毒死了。我知道即使我这么说了，也还是会有一些妈咪觉得过不到自己心里那一关。如果你是这一类妈咪，听好，要是你还没有去做美发，也很清楚自己是做了美发后会想很多的，会担心自己母乳有毒的，那么你还是不要去做美发好了，忍一忍，以后离乳了才去做吧。要是你已经做了美发，那么就好好享受自己美美的头发，不要去想那么多，就照平时那样亲喂或者泵奶，不需要泵出来倒掉，不要不敢亲喂，等下搞到自己头发美美乳腺堵塞，头发美美乳腺发炎，头发美美浪费母乳，何苦呢？希望妈咪们都可以头发美美的，奶量顺顺的迎接新年。说到新年，下个星期我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哺乳妈妈过新年需要知道的7件事，等我发布了过后，我会把它连接在这里。对了，如果你也想知道哺乳妈妈能不能纹眉，能不能美甲，
可以把这个 video 重新播放，然后把每一个软发的字当作纹眉来听，把美发的字当作美甲来听就好。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